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手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現代人在職場上經常面臨嚴重的職業倦怠，或者是那種充滿毒性的工作環境，對吧？很多朋友因此感到極度焦慮與痛苦。其實這種生存壓力真的不是現代社會的專利。如果我們把時間拉回幾百年前，古代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所謂的文人，他們面對的可是動輒牽涉身家性命的殘酷政治鬥爭。今天我們就要來進行一場深度的歷史與心理學拆解，為大家解碼古代的文人 style。我們要探討他們到底是如何利用藝術與生活哲學，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超強生存指南。這絕對不僅僅是藝術史的探討，這更是一堂教我們如何在現代高壓社會中找到內心平靜，並且建立強大心理邊界的實戰課程。簡單跟各位報告一下今天的拆解地圖。第一部分我們會先搞懂什麼是文人精神，接着第二部分看倪瓒如何用極端控制來應對失控，第三部分聊聊沈周與唐寅的幽默防護罩，第四部分分析文徵明的果斷停損，第五部分解析徐渭狂野的情緒釋放，最後第六部分我們會為大家梳理出現代人的精神生存指南。這是一場深度的心理拆解，準備好了嗎？我們直接開始。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第一部分我們要先來釐清到底什麼是文人 style 的核心精神。我們要把時間軸先拉到1920年代，去理解一個重大的文化衝擊。當時西方現代藝術，特別是攝影技術，開始強勢進入亞洲。在這種強大的西方思潮衝擊下，中國傳統的文人畫面臨了巨大的生存危機。當時有一位傳統派學者叫做陳師曾。為了解決這個危機，他提出了一套非常深刻的論述，試圖向大眾解釋文人藝術的真正價值所在。這套論述正是我們理解文人精神的關鍵鑰匙。其實，根據陳師曾的分析，我們必須將西方的攝影技術與傳統的文人藝術做一個本質上的對比。你想想看，攝影技術的終極目標是什麼？就是追求100%的真實，它能夠精準地複製事物的物理外貌。但是文人藝術完全不追求這種表面上的像，文人藝術的核心追求在於表達創作者的內在精神與個人感受。這些藝術家根本不在乎形式上的精準計算，他們真正在乎的是如何透過手上的筆墨，將自己內心的狀態、情緒的起伏，甚至是對整個社會體制的批判，完完全全投射在畫紙上。因此，文人畫從來都不是客觀的記錄，而是一種主觀的心理防禦機制與自我表達。理解了這個前提，我們才能真正看懂接下來這幾位古代職場前輩們的高階生存策略。我們繼續聊下去，讓我們進入第二個單元，來看看第一個歷史原型案例，被稱為被迫隱居的控制狂——元代畫家倪瓒。倪瓒生活在14世紀元朝末年的動盪時期，那個時代的特徵就是政權更迭、戰亂頻繁。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幾乎完全失去了進入體制服務的機會。倪瓒原本是一個非常富有的江南地主，但因為戰亂，他被迫離開家鄉，四處流浪。歷史學家將倪瓒這種人稱為被迫的隱士。他的外在環境充滿了混亂與極度的失控，而他應對這種極端失控的方式，就是發展出了一套極端的個人心理防禦機制。根據歷史記錄的描述，倪瓒的畫像呈現出一個非常獨特的形象。他的眼睛是一大一小的，而且經常對人翻白眼，這強烈顯示了他極度高傲、鄙視世俗的性格。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有着極端嚴重的潔癖，他身邊隨時跟着拿着鵝毛掃把和洗臉盆的僕人，不斷地在打掃。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故事是，某天晚上，他的客人咳嗽，吐了一口痰在院子裡。到了隔天清晨，倪瓒竟然動員了所有的僕人，將院子裡梧桐樹的每一片葉子都徹底洗得乾乾淨淨。這種行為，如果用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就是典型的強迫症，對吧？但這背後的深層邏輯其實是，當一個人完全無法控制宏觀的社會環境時，他就會轉而對自己的微觀環境進行絕對的控制。透過清洗樹葉，他重新奪回了人生的主導權。此外，倪瓒曾經為當時的地方軍閥逮捕，並遭到毒打。在挨打的過程中，他竟然堅持一聲不吭。別人問他為什麼不喊痛，他冷冷地說了一句：“一出生便俗了。”這句話真的非常震撼。這意味着，即使面臨肉體的殘酷摧殘，他也用沉默來維持自己內心最高尚的邊界，絕對不向殘暴的現實低頭。這就是倪瓒的生存之道，用極端的控制與精神潔癖來對抗這個失控的世界。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
倪瓚是用極限控制來防禦。接下來第3部分，我們進入明代，來看看沈周與唐寅這2位大師如何利用幽默防護罩來建立生存法則。時間推進到明代，整體的政体環境改變了。明代的文人開始發展出一種自願性的隱居策略，他們不是被環境逼迫，而是主動選擇與體制保持安全距離。在這個時期，蘇州地區的文人群體，特別是沈周與唐寅，為我們展示了另一種極具智慧的生存原型，利用幽默與自我嘲諷來建立保護自己的心理結界。沈周是當時蘇州文人圈的絕對領袖，他非常有錢，也極具影響力，但他多次拒絕了前往中央政府當官的邀請。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營造個人生活品味上。在沈周的畫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描繪自己與寵物貓互動的日常場景，畫中的貓咪甚至會抬頭俏皮地看着他，整個畫面充滿了即興與生活感。更幽默的是，他曾經寫過一篇名為《畫須書》的書法作品，這篇文章的內容真的會讓人會心一笑。他竟然引經據典，用極度嚴肅的易經理論，假裝要幫一位沒有鬍子的朋友，向另一位滿臉絡腮鬍的朋友借10根鬍鬚來做移植手術。這種充滿現代惡搞精神的創作，徹底顯示了沈周的高超智慧。他刻意用一種輕鬆，甚至有些滑稽的態度去面對生活，拒絕捲入當時那種危險且充滿殺戮的政治鬥爭體制中。幽默就是他用來區隔危險官場與安全私人領域最堅固的盾牌。而沈周的學生唐寅，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唐伯虎，則是展現了另一種充滿悲劇色彩的幽默。唐寅是一位絕對的天才，27歲就考取了第1名，但隨後在北京的中央考試中，他無辜被捲入了一場高層政治鬥爭引發的作弊醜聞。這場風暴直接剝奪了他終身擔任公職的資格。從人生的高峰瞬間跌入萬丈深淵，唐寅留下了這樣一句話，他說：“平生以功名之念，已經沒有希望了。”這句話充滿了絕望。後來他甚至畫了一幅自己在大白天趴在桌上呼呼大睡的畫作，用這種極度消極、白日做夢的形象來狠狠地嘲諷自己。既然現實世界的功名之路已經徹底斷絕，他只能用自我放棄的外表與嘲諷的態度來消化內心那種巨大的創傷與無力感。這其實就像現代職場中面對有毒體制時，許多人選擇了躺平策略，表面上看似放棄，骨子裡卻是一種保護自己不再受到更深傷害的終極防禦機制。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第4部分，我們來看另一位關鍵人物文徵明，他如何展現逃離有毒體制的完美停損智慧。唐寅的好朋友文徵明展現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質。文徵明性格極度拘謹，非常守規矩。他絕對不是那種輕鬆揮灑的天才，而是一個在體制內苦苦掙扎的普通人。他的經歷堪稱是一場充滿血淚的職涯規劃負面教材。在這邊，我要講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30年。文徵明為了考取公務員資格，連續考了10次。每次間隔3年，總共耗費了整整30年的時間，卻屢戰屢敗。大家可以閉上眼睛想象一下這個畫面：一個才華洋溢的年輕人，考到了50多歲，變成滿頭白髮的老人，卻依然一事無成。這種現代心理學所謂的沉沒成本，對他的心理打擊有多麼巨大？經歷了長達30年的失敗後，文徵明終於靠着地方官員的推薦，走後門進入了北京的翰林院，擔任一個最底層的文書官員。他總算進入了夢寐以求的國家最高權力核心，但是他立刻就遭遇了極度殘酷的現實打擊。當時的明代朝廷發生了嚴重的政治衝突，皇帝與大臣因為禮制問題爆發了史稱的左順門事件。超過200名官員聚集抗議，結果皇帝震怒，下令當場重打這些官員，最後竟然有17名高級官員被活活打死。文徵明在現場親眼目睹了這個血腥、極度有毒的職場環境，他瞬間清醒了，他徹底意識到，這個他耗費30年青春追求的體制，實際上根本是一個會吞噬人命的絞肉機。因此，他在擔任官職短短3年多之後，果斷選擇辭職，逃回了相對安全的家鄉蘇州。文徵明的故事給我們一個極大的啟示：
認清環境的毒性並果斷停損，絕對是一項極為重要的高階生存能力。重點來嘍！第5部分，我們來看一個遭遇毀滅性打擊的極端案例——徐渭與他那狂野的情緒釋放。如果說文徵明還能全身而退，那麼徐渭就是遭遇了毀滅性打擊的經典代表。徐渭曾經是抗擊倭寇最高統帥胡宗憲的機要秘書，深受長官重用，那是他人生最輝煌、最得意的時刻。然而，隨着政局突變，他的長官胡宗憲被政敵鬥垮，最後死在監獄中。失去了最大保護傘的徐渭，面臨了隨時可能被政治清算的巨大恐懼。在這種極端的心理壓力下，他陷入了嚴重的精神崩潰。為了宣洩這種根本無法承受的恐懼與挫折，徐渭將他的藝術創作推向了極致，發展出了所謂的墨系。這是一種完全放棄精細描繪的創作狀態。想象一下他作畫的過程，他使用了大量飽含水分的墨汁，以極快的速度、近乎失控的狂亂筆觸，在紙上瘋狂揮灑。他畫出來的葡萄，墨色層層疊疊，充滿了驚人的速度感與爆發力。這已經不再是為了解決什麼審美問題，這完全是一種情緒的暴力釋放，是他為了維持自己最後一絲理智所進行的藝術心理治療。在他那些狂亂的葡萄畫作上，徐渭題了一首詩，其中最震撼的一句是“明珠無處賣，閒拋閒至野藤中”。這是一句多麼令人心碎的隱喻啊！他將自己一生的才華比喻為珍貴的明珠，但這個殘酷的世界不僅不懂得欣賞，甚至將它如同垃圾一般無情地丟棄在荒野的雜藤裡面。這深刻反映了他在職場上遭到徹底邊緣化、才華被全盤否定的巨大創傷。這可以說是在歷史上我們所能看到關於職業倦怠與邊緣化最極端、最沉痛的反應。徐渭的藝術就是他對這個殘酷體制發出的絕望吶喊。我們繼續聊下去哦。第6部分也是最後一個環節，我們要探討如何將這些幾百年前的歷史教訓轉化為現代人的精神生存指南。其實，這種追求內心平靜、對抗外在壓力的戰鬥，從古至今從未停止過。即使到了現代，許多傑出的藝術家，像是張大千、董陽孜，也依然在他們的作品中持續進行着這場精神層面的探索與對話。我們以現代國畫大師張大千為例，他一生都在世界各地尋找理想中的桃花源。晚年，他定居台灣，在台北外雙溪建立了自己的居所，並滿懷期待地畫了一幅桃花源圖。有趣的是，他的朋友卻非常無情地指出，他的住所周圍其實早就蓋滿了現代建築，鄰居的燈光清晰可見，喧鬧的車流聲音更是根本無法阻擋。張大千聽完，只能無奈地自我解嘲，承認在我們這個現代社會中，想要找到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實體桃花源，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歷史文人面對職場毒性，無論是用極端控制、幽默結界，還是果斷停損與情緒釋放，都在提醒我們，在失控環境中必須建立強大內在邊界。桃花源從來就不是完美的實體空間，而是你內心不被打擾的平靜角落。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